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于兰儿。你昨天晚上看到什么了？别哭。杀你全家的人长什么样子？哎，县主，小孩子好像不能这么问。那怎么办？你说的真的假的？不会是在吹牛吧？我没吹牛，我就是看见仙人了。我跟王阿虎捉迷藏的时候，我躲进了米缸里。谁知道他那么笨，一直都没找到我，我都不小心睡着了。后来好像打了雷，还有闪电，我就被吵醒了。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母亲和王娘都不在，我太饿了。新君饶命！新君饶命啊！饶命！我听到阿翁在喊星君，之前总是听阿爷提起星君，说星君是个神仙，无所不能。我也想见见他长什么样子。原来星君杀了他们，之后就变成星星不见了。变成星星不见了。阿娘死了，阿翁死了，阿婆死了。他已经说的够多了，让他休息吧，好好照顾他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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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兰儿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要亲手杀了星君，为我家人报仇。这味道将不再令我恐惧，而是我大仇得报的滋味。但我怕你会有新的噩梦，我怕你会被他拽入地狱之中。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？为什么？我不想你一辈子都活在杀人痛苦之中。你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你无法杀了人，还能安枕而眠。兰儿，杀人不是报仇唯一的办法。我会找到凶手，会让他接受惩罚。但是你一定不要把报仇当成活着的全部。可是他杀了我阿娘，阿爷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现在只有我自己了。可如果你的一生都为了仇恨而活，就只会伤害爱你的人。你看你的手这么小，如果一直抓着想要报仇的匕首，爱你的人要怎么牵你的手呢？我心里怀着一份仇恨过了15年，当我真的能手刃仇人的那一刻，有一个人阻止了我。我曾经十分怨他，怪他，甚至恨他。但我现在看着你，大概明白他那样做的理由了。兰儿，不要被恨意吞噬掉，不要让仇人毁掉你的一生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把星君的样子画下来好不好？不需要用匕首，我也能帮你报仇。走。我查了从年初到现在的记录，发现两人的交集竟有数十次之多。若按照阿姨所说，
夏13对他怀恨在心，想要复仇，为何入宫3年，不仅迟迟没有下手，还频繁见面？可夏13在其他时间也会去宿戒于宫中，他们的交集也可能只是巧合。我统计过，刨除与阿银重合的日子，夏13大多每10天去一次宿戒于宫中，这同他去其他宫中的频率一致。也就是说，夏13在轮班之外，会特意在阿莹去给苏婕妤送药那天与同僚调班。这是阿莹每次给苏婕妤送去的药方。他们见面的日子并没有规律，夏13是如何提前得知阿莹要去送药的？上时局不太能知道太医署的安排，况且大部分时候都是突发状况，不大可能提前知晓。这些日子一定不是随便定的。这药是治疗风湿的。阴雨天，上个月的这几日也是雨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清明、谷雨前后两人交集很频繁，其他有交集的日子，只要去太史局查证天气记录便能确定，想必也都是阴雨天。根本不需要私下联络，老天自会给他们信号。县主，这是做什么？从夏13身上剥下来的衣物，仵作说怕染病，让我赶紧烧了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来替你说。裴玉入宫不是为了报仇，你们2人依旧是朋友。我猜，当年你能随宋怀幽进入太医署，并非谋害裴玉，而是他把机会让给了你。你性子不受拘束，在慈善堂处处受裴玉照顾，他放心不下你，便也设法入宫，即便是成为内侍也在所不惜。他护着你，报复那些欺负你的人，杀掉那些把你逼上绝路的人，而你阻止不了他，就只能帮他遮掩罪行。我说了，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。堂主曾说，你在慈善堂时总偷偷剖杀动物，正如现在的你，剖开病人尸体，只是想要弄明白病灶究竟如何影响人体。为了让你研究出药方，裴玉不惜自己染病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帮你。你胡说，你没有证据。你们平日装作不认识彼此，其实一直在见面。3年前的雨水节气，是夏13入宫后你们第一次重逢。裴一公，大家都在宫中做事，有交集不是很正常。说要这么说，我同太史丞一定也有相交的时候。难道我们也是密友？那如果再加上这个呢？这是在夏13遗物里找到的。他不是我的仇人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是个孤儿，是被村里一位孤寡的婆婆养大的。我连名字都没有，婆婆和乡亲们都叫我野丫头。婆婆会采草药，平日里就靠草药换些吃食。婆婆教我辨别药草和一些简单的医术。
小心！一株小小的草药就能救人于病苦之中，我觉得有趣，便成日往山里跑。你为什么坐在这儿？摔下来，胳膊脱臼了。早说嘛！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啊！好了。你会正骨？谁教你的？你还认识龙葵？你也学医吗？你别跟着我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我叫裴玉，在山下的慈善堂学医，就在那边。那你呢？你跟谁学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你想知道？还要往前走吗？对啊，你不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谁吗？村里的孩子都知道我喜欢收集动物的尸体，都说我是疯子，没人愿意和我交朋友。你骗人，这些都是动物的残骸，才不是你师父。你不害怕？你不害怕，我也不害怕。我没骗你，婆婆只告诉我草药能治病救人，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。我想知道人的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。这些动物大概跟人差不多。你好聪明，这样就可以学到动物的骨骼和内脏结构了。这还不止呢，有的时候动物因患病而死，剖开之后还能看到病灶的状况呢。只可惜终究是动物，不是人，又有不小的差别。我本以为裴玉也会如此，可没想到，他非但没有被我吓跑，还觉得我很特别。裴玉教我识字，还把在慈善堂所学的医书和笔记给我看。给你。作为报答，我会帮他采很多草药。给。我很快就把他带给我的医书都看完了。你和我一起去慈善堂吧。我可以去吗？一定可以。慈善堂专收留无父母的孤儿，堂主很好的。你去慈善堂，一定会成为那里最好的学生。但你并未能留在慈善堂。堂主很好，收留了我。但照规矩，女子是不能学医的。我不甘心，便在学堂后面的窗外偷听。但当我偷偷收集动物尸体被发现后，堂主便说什么也不让我留在那儿了。但你与裴玉仍是朋友。当时婆婆已经去世，但裴玉一直陪着我。她像先前那样把医书和笔记带给我，我才能继续学习。再后来，宋怀又来到了慈善堂，看到了我的那副药方。裴玉本想将真相说出，是我不让他说的。为什么？你明明可以趁这个机会证明自己。宋怀又要带裴玉去太医署，我很为他高兴。一直以来都是他帮我照顾我，我想要报答他，但他还是把机会让给了你。我按照裴玉的计划，提前去城外驿站等候。阿莹，没想到裴玉在离开慈善堂后，就把所有真相告诉了宋怀悠，并求宋怀悠将我带去太医署。小姑娘，那药方真的是你写的吗？是，
黄帝内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《神农百草经》，他全部都读过，读得很熟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为了裴玉。师傅教我好多知识，也对我格外严厉。我知道，他是担心我惹出麻烦，无法留在太医署。那些人妒忌师傅对我好，就说我是师傅的私生女，还说了好多难听话。如果裴玉在，他一定不会让我受委屈。原本我2年后就可以回家乡，但师傅还有不少东西没有传授给我，不舍得我就这样离开，我只好留了下来。没想到，裴玉为了我，竟然净身入宫。苏洁玉有风湿，每当阴雨天就疼痛难忍，由我负责送药，因此我和裴玉不必事先约定就可以见面。没有人知道我们2人的关系，就连师傅也不知道裴玉已经进了宫。所以你把你受的委屈都告诉了裴玉，他就利用他在上食局的便利替你复仇。活该！他们资质不如我，却一边贬损我、使唤我，又偷走我写的药方据为己有。裴玉气不过，只是帮我小小的惩罚他们一下罢了，也一直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。那你们又是为何而惩罚丽妃呢？在你给县主的笔记里曾写过，人参和藜芦相反，但若剂量不足，很难中毒。若丽妃按照平日服用的药量，应该不会有中毒的症状，至少不会在短短10日内毒发身亡。你为丽妃私制药丸，不只是她赏识你这么简单，她发现了你的秘密，威胁了你。他曾撞见我与裴玉见面，认定我2人有私情，扬言要告发我。果真有私情吗？我们是朋友，坦坦荡荡，从未有过非分之想。我本想同丽妃说清楚，但裴玉担心会牵扯出当年更换身份之事，更加麻烦。他既然只是想要驻颜的药丸，我给他做便是。只是如此，不至于对他起了杀心。看来丽妃想要更多，而你拒绝了她。丽妃妒忌淑妃独得圣上宠爱，想让我投毒谋害淑妃。我不想害人，可丽妃却说，我若不这么做，她便将我和裴玉的事告诉圣上。我越想越害怕，本来想告诉师父，但裴玉说他会解决。没想到几日后，丽妃便红湿了。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好不能随便见面吗？这太冒险了，快回去。为什么杀他？我说过，你只需要安心地留在太医署做你的义工，其他事情不用担心。我会为你扫除所有障碍，甚至是……即便你现在不行医了，我们从堂主那里学的都是行医救人，你怎么能轻易杀人呢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在走一条异常难走的路，而且是我把你送上这条路的，我不能不管。你是女义工，我是内侍，任谁都可以随意起令践踏，所以无论多艰难，你一定要走到最高处，这样你才可以治更多的病，救更多的人，才会不浪费你的才华和身心。所以，能够为你铲除的障碍，
我一定会替你铲除。这药包还是裴玉？不，是阿莹教我怎么叠的。我见过太多人为了保命离开西京，只有他离开西京是一心求死。阿莹一生虽短，但也实在辛苦，能帮裴玉回乡，也算了结了一件心事。不过阿莹是真不想再回西京了。这样也好。有没有想过离开西京？想过啊，但那件事我一定要查，只是不知查完之后还有没有命离开。若真如此危险，可不可以不查了？如果不查了，我这么努力留着这条命，做什么呢？时期一过，萧兄怎么还带着这个药包？戴久了觉得方便，最近改了水土，休息不好，换了下安神的草药。挺注重养生嘛。这方子不错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用我这个吧，刚换的草药，我用你这个就好。萧兄，能不能陪我去一趟明州平恩县？平恩县，想到一位忽然离京的故人。见过县主太史丞，二位请坐。不知县主和太史丞要来，我家郎君还需半刻才到，二位见谅。不请自来，本就是我唐突，舅母不用这么客气。舅父与我母亲自幼一同长大，也算是我长辈，等一下也无妨。这屋子的装扮倒是有趣，都是依郎君喜好布置。舅父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吧？县主知道，我去过西京首富家，也是如此讲究。县主，不吉利。舅母家中没有孩子吗？小儿体弱，不便出来见客，县主见谅。郎君来了。县主久等了。这么叫身份了，还是像从前那般叫我佩仪便是。可从前我若要是不叫你县主，那你可是要拿着小木剑追着扎我的。晚辈萧怀瑾见过武丈人。太史局、太史丞，果然是年轻有为。哦，想必一定多饿了，夫人，快准备酒菜。我这小弟弟几岁了？病情可严重。6岁了，这孩子打小身体有点弱，性格又内向，别无大碍。多谢县主关心。信酱椒羊肉、葵叶汤、河北醋芹、炸天冬黄羊饭都是本地的名菜。这一道最鲜的，虽说在西京也有，但远不及此间。这道切块是用今天刚捕捞到的鲈鱼所制。幸亏我不吃鱼。县主不吃鱼？请我吃饭，别点切块。口感鲜甜，县主，你尝尝。且慢，武丈人，依在下愚见，
今日这才，您怕是少了些口福。愿闻其详。今日已巳，乙木属火，这也便是五丈人在这厅堂设宴的原因。所以属火之日，理当避免属水性的食物。晚辈斗胆妄言，若有错处，还请丈人包涵。太史丞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多亏提醒，要不今日一时贪图口腹之欲，倒要破了徐公的心思了。这徐公是什么人？还能有我们太史丞厉害？厉害，都厉害。这徐公是隔壁清潭镇的一位世外高人，名为徐道隐，日常对我多有指点。自从我们来到此地，生活的大小事务，都是仰赖他的护佑。只不过，刚才未能及时迎接，便是必须在酉时诵经供奉，让二位见笑了。那这道切块，二位能吃吗？县主今日犯水，那年我家中出事，我掉下居月池，差点被淹死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再也不吃鱼了。舅父那年辞官离了西京，自然不知道。啊，难怪。还没问过舅父，那年为何忽然辞官？我想练剑都没人陪我了。啊，我身体不大好，在京城为官，到底是操劳，索性辞了官，随夫人一道到他的老家来了。来啊，还不快把这切块端下去！把它端去给小兰郡部审。是。今日照顾不周，扫了兴致。来，我敬二位一杯。失礼。请。我知道你今日为何而来。当年端王接连战败，回到西京之后，整日是郁郁寡欢。我登门探访，也能感受到你父亲心中的忧虑。他是圣上的兄长，又是朝廷的战将，战功赫赫，他一时难以承受如此大的打击，崩溃，那也是在所难免。我知道你难以接受，但这就是事实。舅父当年在太子府如日中天，却在我父母去世后忽然暴病致仕，这两件事之间有关联吗？当然没有关联。那每年上元节都给我送新衣的舅父，偏偏那一日没有出现，可是因为舅父提前听到了什么风声？怎么可能？那日晌午我就到了你家里，新衣裳你是当场就换上了。这便是了。有舅父作证，我更能确定上元节那一天我在家。抱歉，府上回廊蜿蜒，一时竟迷了路。请坐。今日二位舟车劳顿，用完饭就早点休息。明日起来，我再带二位到镇上去逛逛。此地潮湿多蚊虫，这2年客房许久无人居住，恐怕要多熏一会儿，晚上才能睡得安稳。请二位在此稍候。多谢。刚刚可是惹恼了五丈人。他自己心虚。不过一向过目不忘的太史丞，怎么在宅院里迷了路？你觉不觉得五夫人有些古怪？把它端去给小兰郡部审。是。
不是给小郎君的，刚刚明明就是夫人。走了。拿上这个，赶紧走！我都说了，那个不是给小郎君的，别害我们受罚。一个小儿，独自住在那个偏僻小院。武丈人看似关心小郎君一些，但武夫人倒很冷淡。这么大个宅子，没必要苛刻一个小孩的饮食吧？可能另有隐情，也可能是我多思了。问出些什么？我炸了他，现在估计正在屋里恼火呢。同一件事，不同之人说辞几经相同，其中必有蹊跷。不急，慢慢问，总能问出来的。看来我早该来的。要下雨了。老胡，起来！主人还没起来呢，还未起身。郎君，走。夫人昨晚可以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？娘子和主人已经分房多年，一直住在后院，所以昨晚县主留步，已经报官了，县主就不必进去了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。那还等什么官？县主，这案你断不得，这屋里的场面实在是骇人。那我就更要看看了。这。我家郎君尚在下地。武丈人死状不堪，伤在下体，县主进去多有不便。是啊是啊，不如县主稍安，等温县令他们带衙役来查验。人都死了，还讲什么男女大法？就算县主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总会有人在意。这里不是在宫中，还是谨慎一些。若是传出风声，我们绕入明州之时，也会被人知道。反正早晚会知道，大不了来杀我，刚好让我看看那些人到底是谁。我知道什么都没查出，武丈人就被害，你心中有气，但此刻更加应该谨慎。但他死在此刻，我不能不查，我也信不过别人。那我来替你查。县主蒙住眼睛，随我进房间，我来当你的眼睛。说县主信得过我的话，拿一条蒙眼布来。是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哟，改善伙食啊！把你炖了还差不多。福生这是为了给罗烨治病。罗烨，不就是韩寿的东家？福生你真行啊！你一去，罗烨就病了。什么叫我一去他就病？他本来就有病，而且这罗烨答应我了，
若是我把他的病治好，他会告诉我关于韩硕的事。从他的话里，我听出来，那韩硕之死必有蹊跷。你这个吃白饭的还不过来帮忙？谁吃白饭了？你这搭的太丑了，就是临时搭的棚。这鸡做的不开心，下的蛋都不好吃，是吧？下一个。满嘴歪理。文娟，抱着兔子，咱们走啊！你行，你从你来。来。哎呀，好好敲啊！你来吧。我来就我来。来，哥哥给你们建新屋子啊！桑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要试试这桑线是否能缝合肠道，你要做好记录。哦，放心。福生，放心吧，我只是做个实验，不会有事的。桑线剖合失败了，挺成功的。那兔子怎么死了？刀不行，这把刀虽然花纹繁复吧，但是极容易藏污纳垢。用此刀动手术，极容易引起伤口化脓。要想治好他的病，我得换套刀具才行。不准啊！我们得多用几种材料，才知道用什么料最好。对，宽一分则太重，窄一分呢又太轻，得拿捏好这尺寸才行。要不我先替你们先尝尝。哎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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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了，真，让我来一刀，就一刀。你拿大木头试啊？他铜皮铁骨的，内脏实验还行，其他的手感不好。你放屁！哎，你给我落下！哎呀，大哥你！哈！有话好好说嘛，你别冲动啊！你拿着那刀干嘛呀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4把刀可都是我呕心沥血绘制而出，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请你帮我试试，我这几把刀好不好弄？哎，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身后那个清炒鸭肉、凉拌鸭肠、油炸鸭锁骨和红焖鸭头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又开始胡思乱想了。哎，不管那些，咱们先试刀啊！哎，我说你离我远点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哎呀！哎，大哥，我的刀怎么样了？啊，好了，稍等啊。来试试吧。这刀做工真精细，好刀，别具匠心，薄如蝉翼。如果能用这刀做手术的话，一定是一个神兵利器。怎么样？成功了吗？这刀是够锋利，但是还不够精准。你看，因为这几处打击力道深浅不一，所以这里还有细小的齿缝。
如果用这把刀去施术的话，一定会割破其他细微的位置。大哥，你帮我们再打磨精细一点嘛。郡主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这几日我真是把看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。服役师的要求实在是太高，整个西川城恐怕只有1人能打造好这套刀具了。你是说我爹？你爹还会打兵器？服役师有所不知，文城主是整个西川城头一等的工匠，他的手艺至今无人能及呀。那行了，你不用管了，我爹那边我去想办法。好办吗？我爹就听我的，我要让他打铁，他还能不干？爹，爹，你就帮帮我嘛！帮你还是帮他？哎呀，这不都一样吗？你帮他就是帮我啊！再说了，福生可是您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对你的恩人？啊，就这么一小点的请求，你都不答应啊？哼，你还学会谢恩求报了？你爹那是老了，不是糊涂了。在这个西川城里，若不是你爹照顾他，他能平安活到现在吗？这不叫恩情吗？呀，爹，你这么想啊？万一你以后再有什么头痛脑热的，那不还得找他吗？爹，就这一次，求求你了，你最好了。行了，你就不能盼着你爹好啊？那你这答应了，正好露一手给我看看，我也可以好好学习学习。你要学，之前我让你学，你可怎么都不可能。爹，您是西川城主，这破衣丝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这样我学会了以后就好打发他了。这样，我先去让九哥准备一下啊。语大不中留，不中留。让你之前算我，这回轮到你了吧？我没有痛感的。娘子帮我算好记录了，我要在给娄烨师傅之前，找到人体血液脉动的流动规律。好的。上来。你扎中了我的脾，割断了相邻的3条血脉，患处在其下方。又怎么了？又断了2条。就不能坚持坚持？肠道下面有11条血脉，其中5条是主血脉。施术之时千万不能碰它，否则的话，按照这个出血量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啊，我死了。我知道，趁着热再来几刀。贤主，属下自请前往西川，为贤主寻得文雀玉盘。似水啊，我知道你有好本事，但你也别着急，再等等。贤主，刘运廷办事不力，您却一再的重用他，属下不服。来。你们2个是我的左膀右臂，这左右手又怎能分出个孰轻孰重呢？刘运廷求见。进来。
玉婷，你行这么大的礼，做什么？贤主，运廷死去西川已有月余，您派属下去寻找玉盘，属下却未曾带回半点消息，属下该死。我听泗水说，你在西川能耐得很，你且说说，怎么个能耐法？属下愚钝，不知贤主何意，还请贤主明示。你放着组织培养多年的李志卓不用，竟然用了一个叫孙思明的下贱马农来替你做事。更好笑的是，你居然为了他杀了李志卓，当真好大的胆子啊！贤主，您误会属下了，是李志卓不听话，不配合属下行事，属下这才找到听话的孙思明来为您办事。此人有些手段。是，此人有野心，有手段，又听话。若是他当了冀北商会的会长，我们死后的行事会更加方便。云婷，你方才说孙思明听话，你便推荐他做会长；而李志卓不听话，你便杀了他。这么说来，若是你不听话，我是不是也该杀了你呀？先。泗水，你怎么还是那样啊？罢了，机会你已经争取到了，好好把握。贤主放心，此次前往新川，一定为您找到文雀云盘。孩子没了！大功告成。你找谁？我来找一下福医师。哎呀，我们老爷的身子啊，越加的不爽利了，不知道何时才能诊治啊。这福医师吧，可能现在不太方便。为何？为何？可以给罗老爷医治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我立刻回府告诉老爷这个好消息，明日一早我们再来叨扰啊。你都弄懂了？略有所得。罗老爷，一觉醒来就重获新生了。一切有劳福医师了。怎么样？成功了。林文东，切记今日不可饮酒，不能吃荤腥。每过5日我会过来复诊，1个月之后应该就没什么大碍了。那多谢福医师救命之恩。多谢的话就不必了。我问你，韩硕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也不是老夫有意推脱，只是韩硕的死跟一个人有关，那得从20年前说起。那年我带韩父进山打猎，阴差阳错的救下了2名乔装打扮的伤兵。
这二人名叫宋哲、宋远。这宋哲呢，病重无治，没有几天就死了，是韩父为他下了葬。这宋远后来就和韩父成了生死兄弟。宋远伤好后，就去了常家做了门房。韩硕的死就跟他有关。那你可知韩家有一枚玉佩？可是一枚水形的玉佩。不错，正是此。此玉佩并非一块，而是2块，一枚山形，一枚水形。宋氏兄弟称，这是他们家的祖传之物。原来山形玉也在。宋哲死后，这宋远就将此玉送给了韩氏父子，称此物珍贵，必须分开看管，所以请韩氏父子代为保存，并且每年相见。后来韩父死了，就将此玉传给了韩硕。那韩硕倒也听话，每年请假就去常府看望宋远。可惜5年前，常家出现桩怪事，宋远、韩硕双双死亡，那水山2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啊！常府出什么事儿了2位可知鬼洞豪？鬼洞豪？自从孩子丢了，他就变得不爱说话，天天就知道打铁。我就跟守活寡没什么两样。大嫂啊，你可还记得这孩子是什么时候丢的？就是3年前的今天。今天？那不就是15吗？对，就是15。还有其他户丢了孩子的人家，我也都曾问过，他们的孩子也是15晚上丢的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月亮又大又圆，孩子他爹在院子里打铁，我抱着孩子，就着月光，在门口给孩子缝虎头鞋。大嫂，这孩子被掠走的时候，是不是留下过一个泥娃娃？有，孩子他爹非要把那泥娃娃摔碎了，我不让，就给藏起来了。我去给你找来。好，麻烦。就是这个。大嫂，这泥娃娃能不能借我们用几日？这一个破泥娃娃还当成宝了，真把他当成孩子，让教育生娘啊！这泥娃娃你们只管拿走，再也别送回来了。不行，这是孩子留下的唯一念想。这是鬼留下的东西，不是孩子。不少，望月出门真的会冲鬼吗？不会，这小月有3时，大月3时有1，为何偏偏要挑在望日偷孩子？望日月圆，不宜出门。对，百姓们忌惮这个东西，所以那一天他们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。我明白了，鬼洞豪就是想利用口口相传的传说来吓唬百姓。这样他上门抢孩子才不会扑空啊！说的对啊，但不止如此，事发之后吧，百姓们会不自觉地将此事
和鬼联系到一块儿，他们深信不疑是鬼偷走了他们的孩子。但这样一来，那些装神弄鬼之人自然就能全身而退。唉，谁不知若是被这鬼盯上，就是不出门，这鬼也会自动找上门来。没事，不用急，这鬼洞行马上就要露出马脚了。福生，你借这泥娃娃就是为了吃它？对。哎，文爵，今天得把你九哥叫过来，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手。哎，你还没说干什么呢？你确定能抓到鬼洞豪？这鬼洞豪每次抓人必定是满月15，而且下手目标一定是未满周岁的婴儿。能满足以上2个条件的，全西川也不过才22户。只要你派好人看好这22户，我相信一定可以万无一失。好，信你小子一回。若真能抓住鬼洞豪，全西川的百姓都会感谢你。你还是谢文爵吧，没他搞不出这么大阵仗。九哥，你还不去你该负责的地方，在这儿干嘛呢？走啊！嫌我碍眼，这就走。怎么安排的？为什么那边就我一个人啊？一个人怎么了？你不在，我敢抓鬼吗？媳妇儿，绑好了。来，来，是鬼洞豪，鬼洞豪来了！不一定，不一定是他们家。孩子没了！大人不好了，大人！大人，属下无能，那孩子丢了。废物！这孩子是怎么丢的？你们确定没看到任何人进过这屋子？人是肯定没有，我跟媳妇儿一直在门口窗口守着，保证没人进来。什么叫人肯定是没有？难不成真的有鬼啊？我当时先听到了一阵哭声，然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黑油油的鬼洞，要把我吸进去，还有几个鬼影在洞口旁边飘来荡去。我拿着斧头砍也砍不到。后来鬼影没了，孩子也没了，只留下了这个。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？闻起来应该是新捏的，泥土味还很重。附近的邻居我都问了，没有人听到鬼洞豪的声音，只有刘大家附近的人听到了有一些孩童般的哭声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有孩子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再远一点的邻居都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没听到？那鬼叫声大得很，吓得我心头直跳。他们怎么可能没听到？我看他们就是胆小怕事，不想帮忙。我有个想法，我要做测试。擦擦汗吧。还是注意休息，我给你开的药按时吃，去领药吧。几时了？
早就过了50了，连口饭都来不及吃。那这人数我应该是估错了，今天肯定是看不完。要不我让他们先回去，改日再来，咱们几个去吃点好吃的。不行，你去医馆把那个帐篷和油灯拿过来，咱们今天得连夜看病。哎，医馆在那边，你去哪儿啊？这点草药哪够啊？我去东城的药铺子再匀点。记我账上。说的像我有钱似的。葫芦，你不跟着我，我能分清楚是药草还是杂草吗？好的，顾大哥。快去快回啊！劳碌命啊！各位乡亲，男左女右，麻烦你们排好队。排队。我走呢。哎呀，到咱们了。哎，懂了。大婶，您最近身子可还爽了？老毛病了，这一到阴天下雨啊，就关节酸痛，还头晕恶心。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。哎，没什么大问题吧？哎呦，我这身子骨啊可不能垮，我小孙子还等着我带呢。小朋友，舌头伸出来我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慢性中毒。啊，中毒？各位乡亲，麻烦你们都把舌头伸出来，舌头伸出来。果然如此。走这么快干嘛？你等我一会儿。我有一个想法，现在要找到一个孩子。什么孩子？孩子！我的孩子！去看。孩子给我，给我！3天之内不要碰水，7天之内要禁辛辣、禁酒肉，知道了吗？文娟，帮我把药给他。你躲什么？要不是你抢孩子，我才不会出手呢。谁知道你是孩子的父亲啊？叫这么大声，我以为鬼东豪来了呢。你用的是坛子咋了？你这孩子，这不是孩子，他就是个灾星。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，还想要再失去第2个吗？不懂就别乱说。这孩子面色发白，嘴唇发紫，是心脉不全的表现，让我查一查行吗？不用查了，我们是因为中了圣水潭中的水毒，才导致孩子生来便比一般孩子羸弱，极易早夭。原来这雕像上的毒还会对胎儿有影响啊！我们以前也不知道，这孩子生来体弱，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中了毒，害得孩子跟我们一起受苦了。还是得多亏傅医师上次告诉了大家真相。看来这毒水不止让人面上生疮，还会影响腹中胎儿的健康。哎，这鬼洞豪抓走的其他孩童，也都是体弱多病的。这么说，鬼洞豪专偷受毒水影响的孩子？这话贫民窟里也都在传。那常府呢？他们在内城，应该不会到这里来拜神。难道也是中了雕像的毒？确实有问题，咱们得去一趟常府。